每次聊到长期投资，总会有人说什么长期投资、价值投资赚太慢了啦，在那边看财报，慢慢等企业获利是要等到民国几年？当冲、杠杆、合约交易，几周甚至几分钟内就能赚钱，这样赚钱才有效率好吗？不可否认，那些号称几天内就有几10%报酬率的投资方式确实很有吸引力，尤其是对一些刚进入股市不久的年轻人。但你真的了解那些投资方式的赚钱逻辑吗？到底是在投机还是在投资呢？因此，本期影片要来聊聊短期交易与长期投资的真正差别。内容包括：第一，什么是零和游戏？为什么投资股票可以双赢，而交易炒股却只能输赢？及第二，所谓长期、短期，同样标的，不同投资方式也很可能影响我们的投资胜率。以及第三，具体要如何做，才能选择相对安全、真正双赢的投资？如果你开始对投资有兴趣，但始终不了解在股市中赚钱的底层逻辑，那么本期影片或许会对你有些帮助哦。在了解零和游戏前，我们先来听个简单的小故事吧。70岁的老翁拥有2个女儿，临终前他告诉2姐妹：“我的遗产就100万，希望你们能好好运用它，买台餐车70万，让它为你们创造财富，养活自己吧。”说完就走了。2姐妹收拾情绪后，开始商讨如何运用这笔钱，毕竟这笔钱不够让2人分开经营。于是他们便打算先一起合作做生意。过了1年，这台小餐车也为他们带来了几十万的净收入。后来2姐妹也各自成家，便拆伙经营了。另一位70岁的老翁拥有2个儿子，临终前他也告诉2兄弟：“我的遗产就100万，希望你们能好好运用它，买台餐车，让它作为你们的生财工具，好好活下去吧。”说完也升天了。2兄弟争论不休，到底谁要拿走70万，而谁只能拿走30万。最后2人决定各分50万，并且老死不相往来。从以上2兄弟与2姐妹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，明明是同样的条件、同样的情况，处理的做法不同，很可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局面。那回到现实，这个故事跟投资有什么关联呢？其实有的。在投资的世界中，有许多种不同的标的，甚至一样的标的也有各种不同的投资方式。例如，在一般的企业股票中，包含一般的股票买卖，或者买卖这些股票的期权合约，或甚至是时间更短的当冲。大致有分为较长期与较短期的。长期的主要透过投资资金持有企业股票，当公司持续成长获利时，投资人也能享受股票带来的价差或者股息获利。而较短期的则是透过买卖衍生性商品，在几周甚至几天之内，透过快速买卖赚价差获利。而这2种最大的差别，一个是投资人可以共享企业持续经营带来的利润，就像故事里的2姐妹共同利用资源创造更大的财富，两者便可以双赢，你赚我也赚，属于一种非零和游戏。而另一种短期交易则是所有投资人的钱就是在这里了，你赚钱代表有人输钱了，而你输钱代表有人赚钱了。就像是故事里2兄弟的做法，钱就是这么多，你分得多我就分得少。再打个比方，有一块大蛋糕，但有很多人想吃，如果短时间内要分完，开始分的时候就会有人有多有少，动作慢的可能就抢得少。换个角度，如果每个人能一起慢慢的完成更大的蛋糕，到时候每个人都能拿到物超所值的分量。所以投资赚钱也大致可以分为这2种差异情况。某些短期的衍生性商品交易，例如当冲，是所有人拿出一笔钱放到市场中，接着透过标的涨跌是否符合预期中的判断，进而决定赚钱或赔钱。如果我们今天在市场赚了10万元，那么在世界里另外一个角落会有人赔了10万块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赔了大笔金额，代表也有人赚得盆满钵满。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种衍生性商品还会抽取一些手续费交易税。也就是说，假设5个人在玩，每个人都拿出10万元，扣掉手续费、交易税等其他隐性成本，事实上所有投资者的总损失将会大于总收益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，大部分的参与者可能都会处于亏损的状态，除非有少部分的高手在扣除所有成本后仍然赚取利润，但这需要相当的交易技巧、经验以及极高的市场敏锐度。可惜的是，即使这样的交易胜率可能不高，但所有交易者都会认为自己就是那个万中选一的人，对这样的投资方式乐此不疲。其实我认为这种感觉不太像是投资，反而更像赌博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短期交易与长期投资的差别，那
那具体哪些投资属于短期，哪些投资属于长期呢？其实这里说的长短期比较像是一种相对的概念，没有所谓长期是多久，短期是多久，比较像是以这间企业有没有在一段时间内透过商业模式获利，并且投资人可以与企业一同享受资本利得带来的美好果实。如果有持有到这样的时间，那么所有的投资人就能一起赚钱，创造双赢的局面。那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会想，那假设相同产业有2间公司 ，A 公司赚钱了 ，B 公司不就赚的少了吗？以这样的角度来看，不也是一种零和游戏吗？其实不一定，如果 B 公司能持续精进，向外寻求市场，找寻更多潜在的消费者，那市场便会渐渐扩大，企业还是会有赚钱的可能。例如一个小镇里有2家一般的面包店，在这个小镇里会吃面包的可能就是某部分的人士，但如果较弱势的那家能够推出主打有机、健康，甚至是无麸质的饮食，那么原本注重健康或甚至是麸质过敏的人，也可能加入面包的消费市场，进而让企业与投资人都能增加获利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大致了解投资世界中2种不同的赚钱逻辑了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具体要如何做才能让新手也可以相对安全的在股市中获利呢？首先，第一步，学会识别哪些投资属于零和游戏。在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投资内容，但属于零和游戏的基本上有几个典型的特征，包含会有一些短期高收益的承诺，例如3天内赚几10%、几100%，或者一些不透明且高度投机的项目，例如部分的杠杆交易，都很可能是少赚多赔的零和游戏。因此，投资一个新项目前，或许你可以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：第一，收益来源清晰吗？股东赚的钱是来自于公司的利润，还是其他业务呢？如果是其他的，那是什么样的业务呢？以及第二，市场的波动是不是会过于剧烈？如果波动超出自己能承受的范围，可能就不适合自己。第三，自己是否足够了解，尽量只投资自己能够理解的项目。接着第二步，选择相对成熟稳健的市场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自认选择个股的能力还不够成熟，那么或许可以考虑一般的大盘 ETF， 例如追踪台湾50或 S&P500 指数的 ETF， 里面包含一篮子市值前几大的企业。也就之后虽然不会让自己的投资绩效名列前茅，但我认为至少能让自己的本金跟着这些大企业一起慢慢成长。想要维持与市场差不多的获利不难，或者有些人可能具备选择个股的眼光，那么投资拥有成熟商业模式的企业股票，可能也会是不错的选择。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股市中零和游戏的原理，谈到了为什么长期持有股票可以双赢，而短期交易炒股却只能输赢，并在最后分享具体我如何选择相对安全的投资方式，让新手投资人在进入这个领域前能够了解在股市中的赚钱逻辑。其实在我这几年的投资生涯中，也接触了一些类似零和游戏的投资方式。那虽然很多人都清楚短线交易的风险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玩这种游戏呢？其实我认为是因为大道至简，长期投资这种听起来太无聊了，感觉很容易，一定不是什么高招。就像如果有人告诉你，要快速学会一项新技能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多练习，你只会觉得听起来像废话，但现实却的确是如此。那话题拉回零和游戏，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不要接触，只是提醒在接触这样的投资玩法之前，可以适当的调配资产组合，并注意相对应的风险。这样的话，或许能在无聊的资产累积之外，创造更加多元且令自己满意的收入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的内容，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预约我的对谈。另外，我还写了一本6大被动收入报告，里面记录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。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被动收入累积方式，也可以在那里领取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。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。有其他想补充的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。